我要辞职。韩助理，你现在想走了？假如我现在有一把刀，我一定杀了你。你以为能逃出我手掌心吗？是谁主动勾引我？难道不是你吗？我从不后悔选择当一名小三劝退师，现在却后悔接了冯思前这单生意。早知会困在这权谋的漩涡里，当初我一定不会答应你。韩小姐，为什么选择这么奇怪的职业啊？小三劝退师。普通人出来工作，当然是为了赚钱呀。冯太太，如果是为了钱的话，直接当小三不是更快吗？我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扮演小四，钓男人上钩，逗赢了小三再抽身，让男人醒悟回归家庭。我会帮他收集男人出轨的证据，帮郑氏在财产分割中争取到最大的额度。明白了，切换正题。华建集团本来就是我们殷家的产业。我和冯思贤结婚之后，他不但包养小三，还一步一步独吞了我的财产。现在势力壮大了，想甩开我，但他太狡猾了，一般的私家侦探拍不到他出轨的证据。所以，冯太太，您是要挽回还是离婚？离婚，你的业绩我是早有耳闻的，这样多花点功夫哄他犯个大错，最好越直面越好。我们不仅可以得到钱，还可以让他身败名裂。明白。事成之后，我要3个亿。韩小姐，即便是初夜，有谁能这么贵呢？3个亿可以直接帮你实现阶级飞跃了。我觉得我能值这个价。我会包装一个新身份，冯思前在招聘助理，想接近他，这个岗位再好不过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韩青，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卿。你为什么来应聘我的助理？做董事长特助，不管是从待遇还是长远来讲，都是最好的。我读书的时候，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完。好，为了你的助学贷款，我就给你这次机会。冯思前不愧是顶级的凤凰男，做事非常小心。1个月过去了，仍然没有露出任何马脚，甚至感觉他在有意避开。这个男人真是深不可测，看来得更主动一些。好看吗？什么？我好看吗？食色性也，男人好看也是优点。你涂口红了？这个颜色，冯先生喜欢吗？我的助理不需要这些。送给韩小姐一句忠告：冯思前对于女人的品味很独特，他和一般男人不同，勾引她除了下血本，更多的都靠运气。好了，我相信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好的运气是自己争取来的。我今天就要试一试。冯先生，水我试过了，刚好。不过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的耳夹夹住发烧了，可以帮我解开吗？这一次，我不信你这个渣男还不上钩。冯先生，我刚脚崴了，我真的脚崴了。你跟我撒谎是吧？但如果逮到我撒谎，冯先生会怎么做？那要看什么谎。如果是，只要他主动吻我，就能作为他出轨的证据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有一颗和我一样的智慧。有没有人说过，冯先生是勾人心魄的魔鬼？你不喜欢欠债不还，那把你的魂给我，我们就一笔勾销了。你会游泳吗？冯董，您跟林总约的时间到了，我在车里等你。
刚是按照您的吩咐进去的，时间还对吗？时间刚刚好。2年了。冯董，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，可是我当初把你从会头赎出来，把你送到殷家，是为了让你捏住殷培东，你至今都没有做到。冯董，是我无能，殷培东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你撤下来吧。您的计划是？你觉得韩青怎么样？韩小姐，如果将韩青送给殷培东，他拿捏男人的手段可比你高明多了，连我都险些中了他的当。殷培东更不在话下。冯太太，我今天拿到的照片能证明您丈夫疑似婚外恋。疑似就是证据不充分，因为他并没有主动配合我，但是这些证据确实对他不利。韩小姐啊，有没有可能是他故意躲开了摄像头？王太太，您确定您丈夫真的有小三吗？韩小姐，我快被冯思前的冷暴力逼疯了，他贪图我们家的财产，想不被这个凤凰男吃干抹净，我只能抗议了。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和见色起意、不负责任的渣男。冯思前最擅长的就是不走心，玩弄别人的感情。他擅长的，我也同样擅长。臭婆娘真是冤家路窄，老子找了2年，你知道吗？说吧，这次又打算坑哪个男的？李文博是隔壁城市最有名的娱乐城老板，他的情人是自家厂子的模特苏丽。当他老婆找到我时，我就决定不在乎报酬，要为他们母女争取到应得的利益。李总，既然你这么问了，那你猜我现在是谁？华金集团冯思前，你不陌生。李总，我是冯太太的人，你拿一个女人压我，能压得住李总就行，管他雌雄。冯思前老婆有什么嫌疑？冯思前当初靠他岳父发家，就算他如今世代，殷家照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你想靠接我的老底去冯思前那里赚个人情，就是和冯太太过不去。两边你都得罪不起，又何必去招惹？李总，小心得不偿失。这一巴掌可以擦，也可以亮。李总，看你怎么选。冯先生，我有事要坦白，刚才娱乐城的老板李文博动手打了我。我对下手私事不感兴趣。可我不希望你误解我。他为什么打你？他对我见色起意，我说我是冯先生的人，他说他才不管我是谁的人，然后就上手抱我，摸这里，还有这里。你还不老实实？我只是在场景还原，我刚才拼了命才从他的魔爪里逃出来，他还扬言让我在华金待不下去。冯先生，如果他向你诋毁我，你千万别信。你演的尽兴。你以前就勾引过李文博吧？说吧，你还勾引过多少男人？冯思前果然是个难缠的对手，看来这一关比我预想的要困难。不是你说的那样的。怎么？因为没有成功，所以换新目标了是吗？我就是你的新目标，对吗？冯先生，您知道的，我读书的时候靠助学贷款，平时有勤工俭学。我在李文博的公司做过前台，但是他私下经常骚扰我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我才去他老婆那里揭发了他，然后他就记恨上了我。你的表现很难让我相信你是无辜的。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只能想到你当初怎么样对李文博下手。冯先生，您不能这么说我，更不能把您和李文博相提并论。如果你非要这样误会的话，那我只能辞职，自证自己的清白。
我只能先一步兵行险招。他留我，就是认了我的解释；他不留，我只能再出别的招，一切从长计议。韩千年，惊喜吗？读书啦！韩千年，你听百遍啊！韩千年是以苏丽为首的职业小三给我取的外号。苏丽这时候出现，肯定会毁掉我的一切。苏丽，你究竟想怎样？听李文博说你现在成了白领，还有什么职业是你装不上的？花房老板娘、离异少妇、会所模特、旅拍摄影师，为了跟我们作对，你是编了多少剧本啊？我这也算是替天行道，惩罚你们这些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得了吧，你不就是自己穷，还见不得别人飞上枝头当凤凰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的靠山可比李文博还要硬，折腾到最后，我还是变成了凤凰，你就还是个穷人。打！够你们来下的看戏的吗？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，韩青！你亲爱的目标是冯思前吧？冯思前可最讨厌被人算计，就自行死路。韩青是吧？我是，你是？苏丽是我女朋友，你打的吧？是我打的。把人带走。放狗！快点救我！怎么回事？冯总，你这位助理打伤了我女朋友，这人我得带走。他也打我了。他的伤可比你重。谁打的？勾引了受伶牙俐齿，惹祸了哑巴的是我。我问你，谁打的？苏丽，起因是因为……我不看起因，我只看结果。结果就是我女人被他打成重伤。冯总，你这么有身份的人，应该不会插手这种小事吧？既然王总都这么说了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置吧。带走。居然敢打我的女人，你这就是在打我的脸，让你尝尝惹毛我的后果。冯思前，我给你面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今天这个人我要定了。冯总，王总，你那个女朋友苏丽做过什么事儿，你比谁心里都清楚的。我奉劝王总一句，护短要有实力的。走吧。不怎么红了。冰敷了，消肿。疼吗？昨天疼。以后有人打你，当场还回去。那些老公势力很大的太太呢？包括任何人，我会替你摆平的。以什么名义？不需要有什么名义。你能不能吻我？现在没有任何人，你想吻就吻。你想吗？你坚韧为情的助诱惑，可偶尔禁不住时，敢不敢跟随自己的心？女人的情话在合适的时机说，最是折磨男人理智的毒药。越是朦胧，越是暧昧，越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冯太太，合约结束了。结束了，韩小姐。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为什么要撒手？冯思前已经来我家了，我已经拿到了录音和录像的证据。果然没看错韩小姐，有钱才是最大的动力。明天上午我们见一面吧。好。在哪儿呢？不好意思，冯总，我奶奶病重，我得去医院看看她老人家。需要我派车派人吗？不用不用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您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谢谢冯总。奶奶，不好意思了，虽然没有见过你，但还得再借你的名义请个假。
终于明白了，到底是谁有小三。谭小姐，我在地下停车库捡到了你的工作证，所以你都看到了是吗？冯太太的有些一面之词，真真假假，让人很迷惑。你在同情冯思前是吗？有同情心可不是好事，用错了地方自己受罪。伪装成一条听话的狗，骗取我父亲的信任，一步一步偷天换日，最后变成一条吸人血的狼。他不应该罪有应得吗？那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他呢？我不管你听见什么，看见什么，我希望你要遵守你的契约精神。我给你钱，你替我做事。我和他之间，我是弱者，希望你的同情心不要给错人，听懂了吗？冯太太，我是来歼灭小三，不是来当小三。您这单生意我不做了。等等，韩小姐是要打算全身而退吗？不能给雇主满意的交代。以我的实力和背景，对付你这种一穷二白的姑娘，捏死你是有多容易？像我这样仇家，比你以往得罪的都麻烦。我太太跟秘书坐在一起，看来你们俩关系很特别啊。思贤，你周末了别忘陪我回娘家，爸爸知道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。南京，快把东西收好了，别丢了。王先生，你跟韩助理很熟啊？不算很熟啊，我们在对面商场碰见的，就一起约了个下午茶。我在楼上约了客户，你们聊。事已至此，请继续下去吧。这不光在救我自己，也在救你。敢在我眼皮底下背叛，你胆大包天啊！小三劝退师，真是有意思之人。多么令人欲罢不能的一张小嘴，却是谎话连篇。可惜了，我还没有吻过，怎么舍得撕碎呢？我太太挑选的妻子，杀伤力出乎我的意料。不得不承认，我有2次差点中计。哪2次？第1次在泳池，第2次在你家。文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行吗？让我走好不好？想跑，来不及了。既然你入局了，就要接受惩罚。失败，粉身碎骨；成功了，我也喜欢亲手毁灭图谋不轨的敌人。除非你能令我永远不清醒。你要处置我吗？怎么？你怕了？冯先生，我愿意赎罪。你拿什么赎罪？请进。团春湾，江城最有名的别墅，有钱也买不到。冯总好，以后照我韩小姐，出去不要乱讲，除了我以外，包括物业，一律不许见。好的，冯总。这里好适合跳舞。冯思贤想把我囚禁在这里，榨取我剩余的利用价值。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冯思前折磨人的套路我摸透了，一切不愿意臣服的东西，他不会放生。我小时候就学过舞蹈。跳得真不错，我果然没看错。跟林宗义的索问集团争夺万利的收购权，我认为太激进了。林宗义在滨城的人脉很广，我不建议跟他斗。我们华京的胜算不大。我掌管华京3年，我主导的案子同样无一例失败。可是林宗义是冯太太的舅舅，为了这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，让朗家伤了和气，不划算呢。有季总做中间人，怎么会伤2家和气呢？冯董，
您是对我成见很大呀。华金我说了算。华金姓殷，殷董事长的产业。去帮我倒杯咖啡。好。殷董事长是我的岳父，而季总是给我打工的，懂吗？假如我这次搞定季维军，你就放我一马，让我走好不好？韩助理，季总，韩助理的过往我还是略有耳闻的。是冯太太告诉你的？聪明，我果然没看走眼。不过这一次来，他并不知道，也请你守口如瓶。看来季总和冯太太也不交心啊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在华京大干一场。你也知道大干一场的含义，久居人下不是我的志向。季总如此信任我，不怕我出卖您吗？韩助理为什么要出卖我呢？因为我是冯董的人。此言差矣，谁也不是谁的人，要是也是金钱的人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一年能赚1套房子的钱吗？赚不了。我能承诺你10套房子，地方由你选。季总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万历。冯董不惜得罪冯太太的舅舅，也要拿下万历，可见万历的价值。我能拿到冯董的印章。真的？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季总，您和冯董对着干，本身就是在冒险，不是吗？趁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上，我想先把万历攥在我的手里，日后还有可能成为威胁他的筹码。冯董，如果这次季维军中了你的圈套，你能放我走吗？我答应了吗？冯董，这是您亲自盖章的任命书，我收到了。现在万历由我来掌管了，怎么样？这招偷梁换柱，您很意外吧？你插了人，谁干的？这行冯董再高明的手段都没有用，方式不在于强弱，在于奏效。你日防夜防，总有防不住家贼的时候。殷仪干的吧？木已成舟，谁干的已经不重要了。一所破产的公司而已，我倒要看看，即使你据为所有之后，能有多大的道行玩转这盘棋。总之，你跟我的较量，正式拉开序幕了。冯董出事了。冒失什么？刚刚股东大会上，季总被带走了，而且还戴了手铐。万历集团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，作为现任董事的他，有责任扛下所有。滚！快给我滚！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人都已经被捕，你还在这装？等你恢复理智了，再来找我。冯思贤，我爸爸都没动他，你动他？我没动他，是他犯法了。犯法？他不是一个不谨慎的人，就是你陷害他。在自己丈夫面前为其他男人开脱，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殷总，您冷静，您冷静一下。思贤，念在我们3年的夫妻情谊上，放过他吧。这个女人，你安排在我身边算计我的时候，顾及情分了吗？是他主动出卖我，还是你查出来的？我如今手有多长，是你意想不到的。是我自不量力了。思贤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？放虎归山，你觉得我会允许这种后患发生吗？你这是要逼死的是吗？韩琦，物证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拿到手了？是。所以你一直支支吾吾，因为不想给我，对吗？季维军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也参与了？我知情，季总亲口告诉我，他争夺华京集团的计划不会告诉你，这证明他没有真心。您只是他通往高阶层的一个垫脚石。你就没有私心了吗？啊？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证据？你说呀！那晚我在车库亲眼看到您和季总在车里幽会，您的说明和我看到的出入太大，我不确定孰是孰。你发什么疯？好
好啊，你们两个联合起来算计我。安琪，你别忘了，我可知道你好多底儿啊。我完成任务了，可以走了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觉得呢？我不想去猜你的心思，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做什么。这由不得你。韩小姐是要打算全身而退吗？以我的实力和背景，像我这样的仇人，比你一网得罪的都麻烦。既然你入局了，就要接受惩罚，失败粉身碎骨。该怎么办？思前果然百发百中，这个结果不意外。能够断言这一点，我还是最了解你的。但你是忘记最致命的一点：熟悉我性子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是吗？认识你这么久，口气是一天比一天狂了，对我这个舅舅，真是不客气啊。等等，韩青，这个是林董。我太太这位舅舅对华金集团各个业务都跃跃欲试，那就看冯董怎样压制他。林总好。韩助理，会射箭吗？不会。来，我教你。第一次吗？第一次。没事儿，我温柔一些教。领导，我有点透不过气了。冯思前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，而我不一样。宗毅，打累了，去喝茶。思前，你这位助理肯割爱送给我吗？你要我助理啊？你要他没用，他没什么强项。我挑选生活助理的标准从来不是工作能力，赏心悦目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，我非割爱不可了？条件你开。林董，我想留在华金。思前，看来你身边的女人都舍不得离开你啊。工作而已。你也别总是忙事业，家庭也很重要。你和殷怡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两夫妻不住在一起，缘分是随不来的。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很关心殷怡的日子过得到底好不好。这你大可放心，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好。你也别太辛苦了，殷家这摊事业由我们自己人分担，你呀，还是婚姻生活为主。思前，你这位助理很匹配你。林董，是不是冯太太让你来接近我？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冯思前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那个红颜祸水就是你吧？王明远王总是你的仇家。王明远的小女友苏丽是我仇家。华金集团拦截了王氏集团一桩跟进半年的生意。冯思前之前和王明远没有过节，如果冯思前落入了韩助理的情网，我还是很期待的。可是冯先生已经结婚了。我觉得道德观念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，站在山顶的人很容易改变它。殷怡到底还是出手了。哎，看了吗？韩青抱上冯总的新闻上头条了，照片都有了。看来婚内出轨实锤了，咱华金要变天了。早上刚看过杂志，没想到现在就看到本尊了。殷先生，韩青，我的助理，殷怡也知道。你跟我进来。父亲，您何必吓唬他？你越护着他，他死得越惨。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到我们殷家来搅局！哼！韩小姐，
如果我不想再见到你，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殷先生，您误会了。不要拿对付那些愣头青小伙子的招数在我这显眼。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。您是觉得我和冯董走太近了吗？如果可以，我自愿换到其他岗位上去。谁不知道你心里的如意算盘？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那您想让我怎么做？请直说。我想让你死透了，化成灰，从此消失。你能做得到吗？您觉得这个要求合理吗？如果您觉得只要是一名有钱人看不上的就该挫骨扬灰，那抱歉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这个义务。怎么了这是？谁欺负我女朋友？你也认识她？当然，韩青是我的女人。钟毅，你不要识人不清。怎么，姐夫识人很清吗？我的女人，我就敢认。出了什么事情，用不着你们殷家来担。你，原来宗义与我助理还有这层关系。我很好奇啊，韩助理从来未提及过你们的关系。我的事情也没必要昭告天下吧？韩青，思前，你管太多了。想要寻觅一个强大的靠山，我比冯思前更加靠得住。所以，都怪媒体胡乱报道，把冯董都拖下水了。怪我，庙会开到一半去见客户。别怕，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你重要。钟毅也算是半个殷家，他选择什么背景的女人，殷家有权掌控。你的口音不是江城本地人，我是南京人。父母做什么呢？父亲在监狱被判了无期，母亲6年前就去世了。钟毅，你也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看他做什么？我自己的女人我不看，莫非要留给外人看吗？你爸爸犯了什么罪？我不想提。如果你的伴侣他的直系亲属是罪犯，你的前途不仅会受到影响，我殷家的声誉也会因此而颜面扫地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不需要一位助理我的女人，我只挑自己喜欢的。这一点我与思前大不一样，对吧，外甥女婿？我拍到了冯思贤出轨的证据，我要离婚。这不算什么，离婚的事你就别想了。爸爸，冯思前的事情你不生气吗？我们之前在餐厅遇到了冯董和韩小姐，他们说呀，这杂志上都是乱写的。你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那天吃饭，林宗义也来了，他说其实韩青是他女朋友。韩青是舅舅的女朋友。爸爸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我以前就认识，她就是不三不四的，根本配不上我舅舅。宗义这次做事确实是草率了。黑东，我们该去医院了。等等，连我爸爸身体都照顾不好，怎么躲在我们殷家只会吃香的不辣的是吗？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耍花招傍上老头，真是不要脸！你，黑东，因为我不值得，她毕竟是你女儿。小婵，你受委屈了。母亲才过世2年，你跟这个女人来往了3年，现在就想登堂入室了是吗？依依，你虽然是我女儿，但是你不能随便拿我身边的人出气。你自己的婚姻没经营好，拿不住冯思前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别在这撒野。让开！喂，韩青，你背信弃义，害季维军进监狱，现在又想利用我舅舅脱身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已经把你的地址放出去了，你就等着被仇家搞死吧。您怎么来了？又一次帮你化险为夷，上门来等你致谢。什么意思？你信息被泄露，到现在都没事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您怎么知道？殷妮是我外甥女，她找人做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请进。林董这是要假戏真做，不可以吗？冯董提醒过我，您是情场浪子，您口中的话不可信。他一向针对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人生在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情，男人比女人更清醒。喜欢2个字，在追求利益的男人面前是最不值钱的。
舍弃掉毫不在乎。您口中追求利益的男人眼里，我算值钱的吗？那就看是谁了。如果是冯思前，一文不值。他和殷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只不过现在我对任何人的阴谋诡计都不感兴趣，我只对你感兴趣。开门。夜生活很丰富，这么忙？进卧室，快上间，就藏一会儿，他早念得出来。我看他未必肯走啊。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冯先生，冯先生，太晚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有什么隐瞒我？藏不住马脚，就不要做什么梁上君子。宗义，人都在这儿，没必要视而不见吧？思前，你的侦查力和办案专家不分伯仲了。韩助理，并非是我露馅，而是你演技不够过关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上回饭局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我女朋友。林总的爱很贵重，你承受得起吗？明晚一起吃饭。林董，我要加班，可能没有时间。我对于总是拒绝我的女人特别感兴趣。我这算犯贱吗？林董真幽默。这是你第2次评价我幽默，第3次，我希望换一种说法，比如很迷人。别这样，我求你了，别这样行吗？我是怕你误会我才把他藏起来的。我养备胎是吧？没有，我和他一共才见了4次。林宗义最大乐趣就是制造混乱而置之度外，和他利益毫不相关，他绝对不会沾的，更不会无缘无故陪你演这场戏。你不是最会勾引男人吗？自己多了一回怎么样啊？放过我行吗？我上钩了，韩青，上钩的鱼只能钓上岸。我没有为金钱丧失过原则，但这一刻，我竟然希望我只爱钱，因为只爱钱就永远不会失控。这一生敢骗你的女人只有我一个，冯先生，我要让你记住，永远也忘不掉。我不愿意再失控，尽快从这场危险的交易中剥离，是我自救的唯一途径。可是林宗义已经在殷沛东面前承认了韩小姐是他的女人，殷沛东不会染指自己妻弟的女人的。你觉得殷沛东在乎林宗义吗？其实，在背后算计您的罪魁祸首是冯太太，韩小姐不过是知道的太多了。他的错，不只是帮殷怡算计。冯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怕你跟我玩欲擒故纵那个小把戏，我来帮你搬家。您是想金屋藏娇吗？真聪明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林董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韩助理换住处了。是。思前对你的袒护之心真的是不加掩饰啊！再怎么袒护，不也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吗？韩助理很有骨气。林董，假如我有求于您，您能否帮我个忙？韩助理想求什么？我想离开江城，越远越好。林董能送我一程吗？殷怡又不在乎她丈夫是否有外遇。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，我信报应。太多抛弃妻子的男人在我手上自食其果，我就更信了。如果你有道行可以成为他的软肋，我兴许可以帮你一把。软肋。秦董，冯老板，您既然也来了，冯太太，秦董，
久仰大名。冯太太，失敬，您今晚真是艳压群芳啊！是思前替我挑的。他是我助理，不要给秦总面的微笑。是冯老板助理啊？只是暂时的，至于以后嘛，不还是冯董说了算吗？你给我收敛点。恭喜连先生拍得我们第2件拍品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第3件拍品——钻石项链。你来劲是吧？起拍价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400万、800万、850万、1000万。华金集团总裁冯董出价1000万，还有最佳的吗？恭喜我们冯董拍的第3件藏品。你好大胆子！我就喜欢这条钻石项链，而且男人为女人花钱的样子最有魅力。我不在乎钱，既爱花钱又张扬的女人，即使再性感漂亮，男人也会忍无可忍。你在外面也敢不老实？你想干什么？想闹大吗？王先生老实吗？敢做不敢当啊！喂，思前，他那里你想方设法的打点一下。我们之间的情况我没和爸爸提及，否则不会风平浪静。你不接受我的要求，我就会动用我的办法，到时候造成什么后果，我不保证。什么声音？你是不是过分了？韩青在你床上是吗？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以后安分点，别再有下次。不是冯先生非要带我去拍卖会的吗？你的心思我一清二楚，你不就想让我出轨了丑闻人尽皆知吗？韩晴，别再给我耍花样。我愿意人尽皆知吗？当你冯先生的情人是什么风光的事儿吗？我被你关在这兰春湾里，我还有脸面吗？韩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我要自救。只有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才能体现价值，让你背上抛弃妻子的骂名。你先去泳池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那晚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撇干净，从那之后，殷培东就把房间门锁起来了。计划可以进行。把韩小姐送到他床上，可是要吃大苦头。你能吃苦头，他不能。冯董，您真的舍得吗？我记得您说过，棋逢对手才有意思。韩小姐既然能动摇您，证明她有本事。您真的要舍弃吗？世上没有能泯灭七情六欲的人，心是最难把控的。能在尔虞我诈中存活的人，不能有半寸软肋。看来您是畏惧自己对韩小姐陷进去。不能再拖了，必须马上换人。韩青，韩青，你干什么？我刚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你拿着一柄刀逼迫我，告诉我有2个选择，要么死亡，要么屈服。我选择屈服，我不想死，然后你把我给送人了。我再放手一搏，看能否让冯思前回心转意，打消把我送殷沛东的念头。你都听到了。噩梦会成真吗？韩青，你本可以不搅入这趟浑水，不是任何男人你都能招惹后全身而退的。成功会付出代价，失败更会。我是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罪吗？饶恕与否取决于我，不在你本身。假如我这么容易被搞定，我走不到今天的地步。你知道我是从怎样漩涡中杀出来的吗？小姐，这不让进，这不让进。领导，求您救救我！出什么事了？关辰是冯思前派过去的卧底，现在关辰暴露了，冯思前要把我送给殷沛东当情人。送给殷沛东当情人？安静，你先冷静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我送出省，我自己逃不出去。我不确定冯思前是不是派人监视我了，我的车、我的手机可能都不安全。没想到他做事这么绝。领导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你人都走了，
拿什么报答我呀？走，跟我去殷家。我不去，不要自投罗网。韩青，如果是他带你去，那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如果你凭空消失，他动用法律途径缉拿你，你还能去哪儿？裴东，吃药了。你的幕后主使是谁？裴东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去你房间是帮你收拾文件，我什么都没有干。裴东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人品你是了解的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绝对没有二心的。你贱货，还敢撒谎！亏我疼爱了你3年了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不舒服吗？你有事吗？带韩青回来住一晚。您不是问起过他吗？宗义还不知道内幕是吧？父亲正在清理门户，你来真不是时候。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？父亲厌恶了，自然没有必要留在殷家，惹人心烦。你有看新闻吗？什么新闻？之前花费了300万压下的爆料，就是因为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你的女人会这样恬不知耻的勾搭之前吗？这些事情，韩青都跟我坦白了。韩青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姐夫。是冯董强迫我做他的情人，我不同意。我跟宗义说过，他让我这么做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迫于舆论，冯董才会开除我。韩助理，谎言要适可而止啊。他说的是谎言，那你说的话又有什么证据？够了！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还像个样子吗？韩青，殷导，冯思谦是不是知道我要干什么了？明早5点，司机会送你去车站。你坐大巴到滨城，我的属下会在滨城接你。领导，您来床上睡吧。怎么，邀请我上床吗？要不我们换一换，您来床上睡吧。我是风流，不是下流。好好休息。坐稳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跟踪我们。这是我们林董的车，碍不着别人。都是林董的，车上的人可是我们冯董的。哎，我要报警了，你们家！报警，我弄死你！韩青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以为林忠义真想帮你逃跑？你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。即使你到了殷沛东身边，对于他来说也是利大于弊。他有什么理由帮你？记着，做生意的男人比你想象中的要奸诈。我和他呢，都有本事成全一个人，以及毁掉一个人。只有不是真心成全，才会失手。你特别感激他而恨我，对吧？我没有恨你。听多你说谎，有一天你说实话，我反而不习惯。想跳楼是吧？摔残你也逃不掉。我对惨的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不会做任何一个男人的情人。冯思谦，我求过你的，我求过你的，你逼得我不得不向你宗义求饶。而且是冯太太雇佣我，不是我自找的，你为什么偏偏不肯放过我？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女人在我这儿得逞过，我就喜欢你挑战我，折断你这种女人的翅膀，非常有意思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这口狗牙真是翻脸不认人。
不是狗，你是一个发情的小鸟。冯总，你也来这应酬啊？张总，你好。冯总，恭喜你大喜啊！我何来喜事啊？冯太太在人民医院妇产科孕检，您不知情吗？我太太是那里的主任，刚好碰到冯太太了。或许是她想留在晚上给我一个惊喜吧。你在医院呢？你听张太太讲了，没错，我的确怀孕了。你今晚回家吗？我有事儿想跟你谈谈。有喜事儿，当然怀。王太太，我会给。听说你要勾引我爸爸是吗？您误会了，是您丈夫准备将我。韩青，我信任你，你又对我做了什么？算计季维军，折腾我们殷家家犬不宁，住在江城里最好的别墅区。韩青，你在职业操守呢？啊！冯太太怀孕了，想碰瓷儿我是吧？我威胁不到您的地位，你又何必用一个孩子来碰瓷我呢？冯思前给了你多少钱？我没有拿他钱。韩青，你什么都要我一清二楚。男人口袋里的票子没有你掏不出来呢。但是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拿1分钱的话，我会让你在江城活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？我明白。原来您今天堵门收拾我，是怕我哄骗冯思前的财产。毕竟凭我们的手段，联手把半个华京搬空，也可以做到不留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您现在怀孕了，不仅救了情夫，还给冯思前解了围。您父亲对他独揽大权的顾虑也打消了。现在只要您打消离婚的念头，冯思前更没有理由取消这段婚姻。韩青，既然你什么都清楚，那就别在我面前耍坏招。你怀的孩子不是冯思前，耽不耽误你们两个利用他？冯思贤可不在乎孩子是谁的呀。你们这对父母真无耻！冯太太怀孕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怕我跑了？挨打了，不会跟我打电话吗？然后呢？你也敢回来打他一巴掌吗？你会打他吗？他有资格打我，你有资格打他吗？好，我只能承受这一切。冯思贤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以后殷怡不会出现在这里啊。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，他永远有资本回来。我将这个庄园过户给你。补偿？我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出去，我要自由。好，我让你自由。对不起，之前没有把你送出去。林董，你已经帮我很多，该我说声谢谢。所以你现在的计划就是借助我未婚妻的名义洗白你自己，从冯思贤手里逃出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这么厉害的女人，只做未婚妻，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？玩笔大的，结婚干嘛？结婚？你没听错，如果结婚，作为殷怡舅舅的妻子，冯思贤有胆量囚禁任何一个女人做玩物，唯独不敢冒险得罪我。另外，作为殷培东的弟媳，她即使有兴趣，也没有胆量。权贵比普通百姓更加注重家族伦常，丑闻一旦发生，华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动荡。作为董事长，他名下所有的财富和声誉都将迅速崩塌。冯思贤绝对要3思。我们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自然有我可以汲取的价值。我的底线是不出卖和伤害你，但是利用在所难免。韩星，你可以考虑。可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。交易谋长久，不急一时。紧张吗，未来林太太？难道林董不紧张？潇洒风流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要陷入一段婚姻，能不紧张吗？婚后您私生活继续随意，假如被曝光，我会履行妻子的责任为你澄清。如果你要带女人回来，提前通知我，我会在你回来之前找地方回避。你很贤惠。我住哪儿？对门是主卧。那你呢？明早11点半，我过来接你。
谢谢。你要怎样？两种选择：第一，试试我的枪法；第二，安分点跟我走。你要动手，你也逃不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跟不跟我走？你是唯一一个惹怒我而又毫发无损的女人。毫发无损？你强迫我的还少吗？如果我想弄死你，我可以制造出1万种意外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韩晴，你越是逃，我越不会放过你。对你，真是留不得，弃不得，爱不得，恨不得。虽然只是大靶场的仿真机械枪，没有实弹，但是近距离也能刺穿大脑。他疯了吗？太危险了，来不及了。让公关和媒体部打好招呼，关于我结婚的信息不要报道，尤其是韩小姐的信息要全部保密，只在公司官网公开董事长的婚讯就够了。殷佩东会冲你发火吗？无所谓。你多一鸣惊人啊！38岁突然就结婚了，还是先斩后奏。林夫人，你知道，你怎么不叫我老公？你喷香水了？是沐浴露，百合雪莲的。你脸红了？是太热了。是我太热了。你爱他吗？什么？宗义，我会谨守妻子的本分。那你希望我谨守丈夫的本分吗？我只能保证我自己，在这段协议婚姻里，我是没有资格提要求的。姐夫。姐夫。我不同意，你别随便乱叫。来不及了。新鲜出炉啊，周一，浪子回头啊！你姐姐交代你早日娶妻生子，你娶的什么女人啊？你到墓碑前跟你姐姐说过吗？人都死了，还走那些形式干什么？人活着的时候，姐夫带官臣给姐姐过墓了吗？你。舅舅，爸爸也是好意。韩青是什么样的家世？爸爸还在监狱里，你不要你的名声了是吗？我的名声和前途需要由我妻子的家世来决定吗？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冯思前是什么样的人品，韩青又是什么样的人品，能相提并论吗？他的人品轮不到你来说。殷怡，你最好对韩青放尊重一点。爸爸，爸，快药。水，张嘴。去楚玉华安审查来。关小姐呢？林太太，关小姐在我们宅子可是大机会，您可千万别提她了，太惨了。你先出去吧。你可真行啊，连我舅舅都搞定了。你以为你进得了我们殷家大门吗？你又当得了多久这个林太太？我告诉你，我舅舅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被你迷晕了，等有一天他觉醒了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得到。你舅舅不会被我迷惑，他有过多少女人你不清楚吗？像你这种欲擒故纵的行家，我舅舅哪能见得过呀？我和宗义的婚姻已成事实，殷家认不认都无法改变，而且宗义姓李，殷家管不到他头上。我不欠你，你和你丈夫
你们夫妻内斗把我卷入其中，事态发展到今天，我该向谁讨个说法？你最初撒谎隐瞒和纪维军的奸情，导致我误判，你承担过责任吗？你丈夫软禁我，强迫我，如果我不逃，横在你们中间，我又有什么好下场？依依，我帮你保全婚姻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小姐，家庭医生到了，先生请您去客厅。茶马上就好。冯思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在阴家。再大点声，让他们全部来天台，让你的新婚丈夫来看看你在我怀里的样子。姑爷，怎么，怕了吗？换男人了，香味也变了。尹佩东如果知道你在纠缠其他女人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殷佩东不会让自己女儿没有丈夫，让他的外孙没有父亲。别忘了，纪维军已经放出来了。如果纪维军当时合适的话，我是娶不到你的。姑爷，姑爷，姑爷下去吃饭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现在应该很清楚，依依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孩子，我都忘了。给我一生孩子怎么样？兴许这一次就有了。卑鄙！还有更卑鄙的，你看，你一边嫁给林宗义，一边勾引我，你胆大包天啊！一旦曝光，他会被你害死。殷家已经经受不起这种风波，分明就是你绑了我来的。我可以把它截取成我想要的画面，偷拍、剪辑，我是跟你学的。对了，陈志成关押在南局，过得很惨，你每年5月份会去看他。现在日子是不是快到了？陈志成是我爸，他出事后，我随我妈姓，我从没对任何人泄露过他的具体情况。你再逼我，就死在你面前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会毁在我这条命上。你可以试试，你再这样，我现在就办了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这是一道无解的题，没有答案。你怎么了？眼睛红红的。在天台上面崴了脚。林太太上天台做什么？观赏晚霞。这里是近郊，晚霞很美。等吃完饭，我也带你上去走走。我记得你今天不是忙吗？8点钟有个视频会议啊。再忙，我也应该陪你，不是吗？我听说你有意向跨境收购一家企业，瞒着我干什么？没太大把握，我想要收购成功之后再告诉岳父。成功了再提，自然是以司前理的名义收购了。司前自立门户的企图愈发明显了。宗义，你在华京的高层布下眼线，你企图什么？捕捉我的错落，监督我。宗义，我应该敬你一杯，谢谢你的鞭策。董事局最近流言不少，你要立正清白，不如请你岳父回华京，担任一个董事。我也认不起你。怎么，司前不乐意了？你这是哪里的话？岳父重回华京坐镇，我求之不得。都什么年纪了还坐镇？我只是个董事，大权仍旧在你手上。不要！我在隔壁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我刚做了个梦，梦到你跟冯思倩在打架。你希望谁打赢？谁都不赢。他赢了，你就惨了。你赢了，那会他会报复你。好希望这个人的名字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啊！宗义，你是个好男人，和他不一样。
韩青，你睡着了我再走。人活着吗？出事了，是他吗？你口中的他是谁？殷培东出车祸了，你在担心谁？赵世芳酒驾，酒驾是个好借口，什么阴谋诡计都抹平。我要重查。舅舅，都是这个丧门星害的，爸爸现在还在里面昏迷呢。关韩青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他事儿了？你不觉得韩青自从跟咱们殷家攀上关系以后，就见了一样的出事儿吗？爷爷，生气对孩子不好。都是你害的。林董，姐夫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殷怡呢？在家休息呢。你倒是疼他，他父亲醒了，你都不肯让他过来。殷怡凌晨腹中有些不适，所以没有让他来。孩子不好吗？有流产迹象，我会尽量保证。很巧合，姐夫的身体当不成董事，殷怡腹中的殷家血脉似乎也难以落地。此前，华京的天下，以后你一人都大了。车祸就发生在董事会当天，是意外还是蓄谋？姐夫觉得呢？一直听说宗义对岳父的股份很感兴趣。不感兴趣。可是我也不想殷家的产业落入心怀不轨的人手中。既然董事们都在，索性做个见证。宗义决定不接管岳父目前持有的股份，我和殷怡也放弃继承。股份怎么处理，召开董事会再议。我累了，明天把律师叫过来。好。宗义，我心中有数。先生，请问您是医生吗？你看我这个尺码适合拍胸片吗？殷沛东出车祸是不是你干的？如果是我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揭发你，只要你垮了，我就能解脱。如果是林宗义干了呢？不可能，就是他让殷沛东回华京分你的权。刚才那个女人就在林宗义的会所，张老板带去了，林宗义看上才留下了。林太太当得很低调啊，丈夫身边的女人对你的存在一无所知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林宗义对你没有感情，他通过俘虏你再来钳制我。男人演起戏来，女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女人更容易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。那不是和你一样吗？识破我的图谋不轨，却任其生长。不一样，他比我更阴险。林董，这招棋是否太冒险了？女人心善变，由爱生恨或者由厌生情是不可控的。冒险才有意思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豪赌，把控女人心就是最富有挑战性的赌博。有一种女人，比如韩青，是值得我下注投资的。我担心林太和冯思前被媒体拍到，对您声誉以及股价大盘不利。冯思前不会放任媒体曝光他们，华京就禁不住。林太太出虎口，又入了窝。林宗义即便利用我，他是我丈夫。冯董不是也利用冯太太上位吗？一个既无家世又没有用的女人，能当林太太？林宗义中年未婚的原因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任何女人能给他提供足够的价值，配得上林太太的地位。江城最大的利益就是华京集团，除此之外，他什么都看不上。韩青，我喜欢和我想要的，才是林宗义眼中最高的价值。他不惜一切，也要拴在我手里作为筹码。就算你不找上门，他也会千方百计地接近你。你有时聪明过人，有时却天真的可怜。陈成在南区服刑，
我的人去调查时，他的人刚走，他和你提及此事了吗？你最好想办法延长我对你的兴致。我玩你之后不是好事。陈志成不单在我手中，更在林忠义的手中。南区有一部分是他旗下的事。冯思前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。不知道殷沛东的股份会落在他和您谁手中？我喜欢险中赢，让你的眼线撤出，不必再跟了。好的，林总。其实一切你都了如指掌，连我都在你的监控之中。曾经我以为你是真心可怜我，帮我摆脱冯思前，我无比感激你。连他用陈志成威胁我，我都没有开口求过你，我怕你为难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是利用我，然后制造局面，再将我送回他的囚里。只有扼住一个人的软肋，你才有机会反杀他。如果他连软肋都没有，你拿什么毁掉他？我从没想过毁掉他。毁不掉他，你永远都逃不掉。名利、情欲，男人一旦对这两件事情上了瘾，你逃不走。所以当我找上你的时候，你压根儿不是救我，你要利用我吊着冯思前，等他越陷越深，然后再要挟他。连你派人在南区监控陈志成，都是为了防止他先下手，对吗？韩晴，我承认我骗了你，我也承认我对南区做的事情，你说的我都承认。但是那是半个月前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所以，我们最后再做一次交易，事成后离婚。我的人已经从南区撤了，你还不满意啊？昨晚我说了，等我拿到筹码以后再和你交易。我现在不强求你任何。林太太，跟我们上路吧。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的人，还敢动我？我们既然能掌握林太太的行踪，多亏了林董暗中相助啊。挑拨离间这手戏，在我这也没用，只有殷姨才能动冯思前的手。你们是纪维钧的人。用万利集团来陷害我，替冯思前出头，多管闲事是要遭报应的。商场兵不厌诈，各路手段你不是不清楚。输了就认命，赢了就继续，都是你自己输不起。金钱、地位、权利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是拜他所赐。要不是殷姨天天为他好处，我现在能出来吗？哎，你猜他今天会来救你吗？你高估我的分量。哎。你替冯思前来陷害我，为什么会嫁给林宗义呢？老板，那是冯思前吗？有胆量，果然是自己一个人来的。不是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来的。你要是带人来，我现在就解决了他。你猜是我出手快还是你出手快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抢了我的女人，占了我的位置，还害我成为阶下囚，难道你不该付出点代价吗？你的女人，纪维钧，殷姨看不透你，我可看得透。殷姨只是一个棋子而已。殷家的财富是我成功的捷径，我凭什么不能走啊？殷姨本来要嫁的人是我，就是你出现了，你这个东西害我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。这账你应该找殷沛东算，与我无关啊。殷沛东可左右不了你，我有今天的下场，全拜你所赐。我不亲自谢谢你，我都咽不下这口气。想要什么条件，只管开。放了这个女人，男人这件事情，你我单独谈。不要，把她绑起来。如果殷姨知道你为了救个小助理这么拼命，你猜她是什么滋味？你说了我照做，放了她。在里面找犯人对付人是你吧？我最讨厌你给我开下那个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我把他推下去。你走啊！我不欠你的。
他这出戏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说他要借车。子谦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你快救救他！我救求你，是我欠他的，你快来救救他！救救他！太太，林先生嘱咐我做了您最爱吃的淮扬菜，您先喝点粥啊。是隔壁吗？隔壁住着什么人啊？王思谦，依依也在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关心他一下，不知道他孩子怎么样了。为什么医生说我误食了活血化瘀的药才导致流产？你说保姆是不是你的人？是不是你授意他流掉了孩子？是你亲口答应我的啊？是你没保住。你说的对。是我自己没保住，怪不了别人。是谁通知我去厂房的？你以为呢？不可能，飞君他不可能害我的。其实你一清二楚，只不过不敢面对真相罢了。报复我是不是？你冷静一点。季伟君的死，还有我孩子，都是你害的。如果他不出事，出事的就是我和你丈夫。你害死我的孩子，还害了季伟君，插死我的婚姻，我跟你没完。是你雇佣我的，但是你改变了初衷。最初交易时我就问过你，这副局面是不是你口口声声要求我做到的？闭嘴！不是你就让你闭嘴！冷静点，送太太回家，寸步不离的守着她。我刚去医院都听说了，你去隔壁病房做什么？他是死是活跟你没有关系，名义夫妻也是夫妻，多少双眼睛在监视着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这一切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不管你后面还有什么计划。我求你不要不择手段。不是我，安青，照顾太太。是。裴东，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出去就揭发你那丑恶的嘴脸！如果你出不去呢？我是林宗义的太太。你不提林宗义还好，提起他，我更要拿你出口恶气。他姐姐死后，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我害死他姐姐的证据，对我疏离又防备。可最后，他的妻子任我欺凌，这也是他的报应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跟他们；第二，伺候我。你简直禽兽！你嘴还挺硬啊。那咱们再玩点高级的。思前，你与我是一条心啊。当然，父亲。我不准备放过韩青，我需要你做个样子让我看。父亲想让我怎么做？也别脏了你的手。不是有他们吗？我只需要确认你的态度，对他没有不该有的心思。思前，身手不错，果然是深藏不露啊。岳父何必和一个女人为难？脏不了我的手，又何必脏了您的手？你别忘了。你当初是靠着我们殷家才混到今天的。我没忘。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华金也交给你，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我。
你再碰他一下，我一定动手。看来依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也警告你，不要做一匹喂不熟的狼。你服侍我，我双倍奉还。我不欠殷家了。至于殷姨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她与季维军打了火热，我们签署了行婚协议，我至今都没有碰过她。你也别忘了我们的协议。你我的协议，离婚之后我的确拿不到华金1分钱。不过殷佩东，你给我记住，这4年我不会白干。你不讲道理，我们就玉石俱焚。我看你有多少勇气跟我赌这局。你已经大难临头了，还敢在我面前狂妄？你是指你甲状病危吗？一直听说宗义对岳父的股份很感兴趣。不感兴趣。可是我也不想殷家的产业落入心怀不轨的人手中。哼，既然董事们都在，索性做个见证。宗义决定不接管岳父目前持有的股份，我和殷姨也放弃继承。股份怎么处理，召开董事会再议。我累了，明天把律师叫过来。你为了我手中的股份，竟然玩这种把戏，你真是低估大家的智商。你明白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吗？你别废话！你要再动他一根头发，比起斗狠了，你斗不过我。其实你低头还来得及，没必要。冯总，刚太太来电话了，让她马上去我家。好，那韩小姐呢？要不要我想把她送回去？不用，我们一起去见依依。好。为什么要带我舅舅的妻子到你的住处？故意演戏给我看？你先回卧室。签了。你毁了我的幸福，我的爱人，我这辈子不会成全你。依依，你以为撕毁协议，这婚就离不了了吗？我做出了决定，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你踩到我的底线了。你的底线是什么？那个女人吗？她和你纠缠，又嫁给我舅舅，她就是个贱人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你不是调查过她吗？她只喜欢钱。冯子谦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好过，我也不可能让她好过。你回去问问殷佩东，我何止大逆，就连他都差点栽到我的手里。你对我爸爸做了什么？你对我爸爸做了什么？是他太无耻，你们父女俩还真像。冯思强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离婚只会变成一只丧家犬。你离开殷家，离开我爸爸和我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你！一个本色丑陋的女人，真令男人厌恶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安青，你赢了。你走吧。走啊！我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门口。对林宗一，准备收网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。联系林宗一，宗一出什么事儿了？
林董昨天在林子沟盘山公路遭遇连环车祸。何子沟在渭城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撒谎的偏不远。渭城山路多，昨晚又下雨了，道路湿滑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。他的车夹在两车中间，都变形了。有人看到尸体了吗？董事会通报了，警察勘探现场，确定是林宗义无疑。殷沛东已经派人去，明天就在渭城火化。韩青，韩青，你这么需要他吗？你骗我！你所拨。接电话，宗义。你想见他吗？让林太太遗憾了，这场车祸引发了连环爆炸，死伤11余人，她的车都烧成焦炭了，何况她血肉之躯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是我干的？是不是你暗中下的手？你以为我有这本事，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渭城玩这么大一局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天底下的亡命之徒从来不是少数。除了你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既然林太太已经认定了，可以报警抓我。没想到你这么爱她。毕竟他救过我。也可以利用你。林宗义的死，殷沛东什么态度？他昨天连夜订了机票飞往渭城。林宗义的资产丰富，他当然想分一杯羹。一个小舅子，他不会深入调查的。你跟过去，我要你亲自证实。您是觉得？我并没觉得什么，我只是喜欢万无一失。林宗义不在家，医生又说你这么虚弱是被人下了药，咱们报警吧。太太，你千万别报警啊！太太，我儿子欠了100万的赌债，被高林太太人打了个半死。是殷小姐帮我堵住了这个窟窿，她说让我在您的汤里面动手脚，下了些不孕不育的药。多久了？自从上次你从医院回来。是依依当面交代你的？不是，我没接触过殷小姐，是她的司机。那你有录音吗？这种事情哪敢留证据啊，太太！我老公死得早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。我下药的时候我都注意剂量了，不是真的要害你呀，太太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李先生。幸福的婚姻滋养人，不幸的婚姻教训人。殷怡，你现在的招数越来越愚蠢。我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。你婚内出轨，怀上情妇的野种，以致流产不孕，自己造孽，自己吃苦果。你凭什么恨我？因为我恨你能生孩子。我是你舅舅的妻子。你觉得我魏晋，你对他是真心的吗？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，难道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冯思前虽然和我舅舅有利益纠纷，但他能使出这么致命一招，也只可能是因为你。真是因为他，我和他一样有毒，真让都好不了。林宗义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？我不想让你得知真相难过，所以对你隐瞒了。为什么会难过？林宗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他的好与坏我自己会判断。他的那场车祸是因为他畏罪潜逃，他才是我主要目标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真相。你觉得你这么说我就会相信你吗？果然殷怡说的没错，你们都是有毒的人。殷怡，他又去找你了，他对你做些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我和他的故事应该快点有个结局。我打听到殷沛东是昨天早上到的江城，据说还带回了林董的骨灰。渭城那边呢也已经尘埃落定了，说是天气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，并无任何人为干预。干嘛呀？本来也是假的。他当初为了救我，我们自己打印的，
其实我们都是骗子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再也不担心男人，不相信感情。其实啊，干咱们这行，接触这么一群丑态百出的男人，你早就该不相信了。只是这个冯思前呢，魅力十足，林宗义又深情款款的，才会迷得你堕落迷失。他们都太复杂了，越是有钱有势的人就越是复杂呀。你既然爱上了这样的男人，就得接受这样复杂的感情嘛。但是啊，咱们自己的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。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徒弟，就是洒脱嘛。冯思前离婚了，还把所有的股份给了殷怡，你看看。韩晴，我想认真追求你。冯思前，从今往后我们断了，别再来找我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我受够你的谎言还有阴晴不定了。我韩青再也不会成为谁的玩物，不管你多高贵多耀眼，只要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，我就可以销毁我们所有感情，断得一干二净。所以你准备怎么折磨我？我哪次折磨你时候不是都在折磨我自己吗？可你照样没有心软。你更没有心软。一个把自己真意付出，也当成感情作为筹码，躲过危机的女人，我能信吗？我和你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情感，从来都没有吗？即使曾经有过片刻，也消耗得所剩无几了。韩晴，林宗义知道他没有明天，所以可以把感情肆无忌惮留在今天，但我不行。那就看你是要长久，还是要片刻。你看起来心情挺好嘛。因为终于摆脱他们了呀。虽然最后人财两空，其实啊，你小瞧冯思前了，他可是省里请来的特聘专家。什么是特聘专家？破重案的呀，比如危害性和致命性极高的罪犯，他们就会聘请业内顶尖的专家，在幕后分析对手的心理，部署撒网。冯思前就是干这个的，而且他分文不取，毕竟破案经费有限嘛，所以他也就不收钱了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是上周才知道的。我前夫他们请客吃饭，听他朋友提起这么一茬，我才想起来这事儿。而且他最后要扳倒的人，肯定和殷家有关系。冯思前，你总是含糊其辞，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你除了华金董事长、省里特聘专家，你还有什么身份？没有了。所以你能替我保密吗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太劲爆了，一锅端嘛！你看，网上现在全是殷家的热搜，没想到他们犯了这么多事儿，还有林宗义也牵扯进去了。现在殷怡、殷沛东啊都要接受调查，华金看来也要倒了。真是因为他们。冯思前不愧是专家呀，还真是卧薪尝胆，能从这些人手中拿到证据，挺厉害。我先走了。啊，就走了？起床是不是偷亲我了？没亲。小冯，小冯，喊什么？我把它关起来了。早饭给你做好了，记着吃啊。你还和狗过不去啊？
我看是你给我过不去呀。最近我是不是都把你养胖了？胡说，减肥呢？是该减了，再不减就和我老家的贝贝一样胖。贝贝谁啊？一只7岁的老母猪，刚生了6个娃，你要不要跟他比比？别打！别打！你看时间，我快迟到了，我下午还有会。相亲怪。走吧，上班去吧。好。